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3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2020到2021的跨年直播节目。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啊。那么我向大家报告我们今天的日程啊。那么安排是这样：第一个日程就是王健点评10大新闻；第二个日程，2020年网友最难忘的事情；第三，新年倒数；第四，2021年网友新年愿望，这是我们的时间囊；最后王健的新年献词啊。那么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跨年直播啊，整个的行程就是这样啊。那么2020年这是一个极其凶险的一年啊，世界上发生了非常多牵动人心、震撼世界的大新闻。那么在以往，重大的新闻通常是对一部分区域的一部分人产生影响，但是今年却发生了很多全球性的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重大事件啊。所以我们今天安排一个10大新闻的这个点评啊。那么我们是想通过这10个新闻来展示过去一年发生在全世界的最重要的事情，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谷歌呢推出了2020热搜关键词，我大概向大家报一下啊。那么它能反映全世界的网民对过去一年最关注的事情啊。第一，新冠病毒 coronavirus 啊。第二election result 就是美国大选结果。第三 Kobe 飞机失事啊。第四 Zoom 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里啊 ，Zoom 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第五，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第六，印度和新西兰这2个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印度的网民真的非常的多啊。第六coronavirus update 还是疫情。第七 coronavirus 症状啊，那么疫情症状。第9，拜登。第10， Google Classroom 啊，这是个广告，我们可以忽略它。我们通过这10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对过去一年，疫情对中国对全世界对中国影响有多么的大啊。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这个全球10大新闻的点评啊。第一件事，当然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中国政府敷衍失职，造成疫情全球大流行，目前已经超过有8000万人感染，177万人死亡啊。那么1月中旬，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在中国各地蔓延啊，包括北京、上海、重庆、深圳等地出现了感染案例啊。然后随后，武汉的游客在泰国被确诊啊，几天之后，日本、美国、台湾、香港、澳门陆续出现确诊病例。1月23号，武汉省会和周边的城市陆续宣布封城。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疫情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啊。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场疫情当中的表现，普遍遭到全世界各国的批评啊。那么，直到2020年的12月，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到全世界190个国家啊。虽然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争分夺秒的研制这个武汉肺炎的疫苗到12月份已经有几款这个疫苗开始问世，并且获得紧急授权使用。但是疫苗的推出并不能立竿见影，武汉肺炎疫情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蔓延它的结束需要时间评价
武汉肺炎疫情造成了全球性的生命损失，经济损失无计其数啊！它深刻的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的形势，同时，中国成为这个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关键啊，这是第一。第二，全球各国的海量救援措施啊，为未来的经济埋下隐患啊！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啊！我们可以从明年开始展望未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各国对疫情采取的海量的这个救援措施，成为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大背景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二、第三，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被永久性的改变啊，这三个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啊，中美关系交恶，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正在滑向冷战边缘啊。中美关系的发展建基于两个主要的事件啊，那么第一，中美贸易战；第二，武汉肺炎疫情的爆发啊。中美贸易战的开始并不具有特殊指向啊，川普政府向所有的贸易伙伴开战啊，随着其他国家的屈服，中国的反击令这场本来可以迅速结束的这个贸易摩擦，变成了一场改变两国关系的贸易战啊。疫情的爆发推动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战略判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那么，川普政府迅速的调整了他的对华政策，终止了过去30年对华关系的路径，就是接触啊。那么，川普政府认定中国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最重要的威胁。以此为前提，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啊。那么期间，中美之间爆发了直接的激烈的对抗。第一，外交战啊，那么美国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啊，中国报复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二，南海对峙啊，那么在中美两国的海军在南海以及东海。南中国海以及东海等广泛的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对峙啊。第三，台湾问题，美国强化了和台湾的关系，对中国进行政治上的压制。四，美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人权议题展开了各种程度的制裁啊。五，美国以华为为核心对中国展开了科技战，那么中国的千人计划和2025中国制造这个计划被压制啊。六，以东南亚为核心的地缘政治角力全面展开啊。那么中美关系随着美国总统选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后续发展我们持续关注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总统选举。这一次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选举。那么这次选举是在这个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之间展开啊。那么随着整个选举的进程啊，那么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啊，经过了初选，经过了之前的竞选，到最后的投票，到现在这个总统的确认的进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富有争议。总统选举完成之后那么现任总统川普对选举本身的正当性提出异议啊，那么这件事情还在发展当中啊。那么11月3号，美国各地的民众踊跃投票啊，那么
本次投票率创下了美国过去120年以来的记录，达到66%。那么，川普和拜登分别都获得了超过7000万票，超过了历任总统获得的票数。那么，按照程序，美国国会将会在1月上旬就美国总统就职前2个星期确认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那么这才是这个整个的选举进程的终点。那么美国总统大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尘埃落定这场牵动了这个世界各国的政治角力很快就会落下帷幕这是第三。第四，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终结一国两制，香港沦陷。13届人大三次会议5月28号通过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特区政府随即刊宪，宣布港版国安法即日晚上11时生效，标志着香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在香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公署，直接在香港执法办案。香港警务署及7月1号成立国家安全处，专职处理相关工作。国家安全法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主义，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务处随即展开对香港民主人士和反抗人士的各种抓捕，其中包括黄之锋、林朗彦、周庭等香港众志的成员，一些香港抗议者和立法会议员流亡海外。香港特区政府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控诉包括以这个勾结外国势力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拘捕，震惊了全球。人大常委会11月通过决议，授权香港特区政府褫夺4名香港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全体香港民主派议员辞职。那么香港现行的议会制度正式终结，从而结束了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港版国安法的实施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了香港基本法，摧毁了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香港将逐渐退化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失去它独特性，也失去它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第四。第五，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协议在2020年圣诞节前夜的最后一刻，也就是脱欧过渡期结束的1个星期欧盟和英国最终达成了脱欧双边贸易协定在内的一揽子协议，标志着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展开新的一页，英国可以有秩序地离开欧盟。英国脱欧在2020年走完了最后的一程。英国2016年6月23号举行脱欧公投，决定离开欧盟单飞。过去3年，围绕着英国如何脱离欧盟进行了持续的辩论讨论。到今年的1月31号，英国正式退出欧盟，双方围绕着未来的关系展开谈判，随即展开。那么根据规定，英国欧盟分手有11个月的过渡期，到今年年底，原来的各项规定仍然有效。那么2019年12月大选成功当选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脱欧当天充满豪情地宣布，脱欧是新时代黎明破晓，大幕开启，新戏即将上演。
那么英国和欧盟进行艰难的谈判，在同时，英国和日本、新加坡分别在10月和12月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那么英国和欧盟的和平分手，欧洲的政治版图为之改变，英国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地缘政治中非常关键的力量之一。那是第5。现在第6，中东和平进程实现突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外交关系建立了多项的外交关系。8月13号，以色列宣布与阿联酋签署和平协定，实现关系正常化。9月16号，以色列宣布与巴林签署和平协定。那么这意味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建交也将成为事实。10月23号，苏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12月10号，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以色列已经和包括埃及、约旦在内的6个阿拉伯联盟的国家的成员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是川普总统的外交胜利。那么作为交换，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29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3000枚这个小口径、小直径炸弹、集装箱辅助设备。同时，美国国务院批准向阿联酋出售50架 F-35战机，还有18架无人机及武器弹药。那么过去几十年，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采取抵制的态度。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那么对巴勒斯坦而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建交是对他的背叛，但是对美国而言，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建交将进一步巩固美国针对中东的主要的对手就是伊朗，建立一个针对伊朗的这个联盟和阵营。那么以色列突破了在中东的孤立的处境，那么和阿拉伯国家建交有利于他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那么这是第6。第7，BLM 运动。那么5月25号，美国明尼苏达州46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抓住，罪名是用假币买了一包烟。那一名白人警官跪压在他的颈部9分钟之后，那么弗洛伊德去世了。临终前他说：“我无法呼吸。”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美国。那么在包括美国各地发生了激烈的抗议运动。世界各地的民众也加入了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这个运动。这场运动其实最早是始于2013年美国黑人的平权运动。那么在欧洲、在亚洲在其他各个地区都形成了非常广泛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显示出美国社会的分裂的状态，并形成了严重的政治对立。这场运动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第7。第8，中国长江流域水灾，中共高层全部审议。6月27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警告。这是中央气象台连续26天发布的暴雨预警。进入6月份，那么长江进入主汛期，中国南方地区发生了5轮强降雨，持续暴雨造成长江中下游广泛的水灾。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和制造业的重镇成为一片汪洋。截止6月26号，总共有26个省受灾，受灾人口达到1374万，死亡失踪81人，紧急转移74.4万人，倒塌房屋1万多间，直接经济损失278亿元。那么进入7月份，从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再次暴雨成灾，江汉、江淮全面进入灾情。但是这场水灾前后持续了2个月，中共高层全部神隐，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完全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这个国家好像一个无人驾驶的巨轮，在汪洋大海中漂浮。中共吹嘘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完全变成一个没有价值的垃圾。第9，超级自贸区 RCEP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叫 RCEP， 最初由中日韩澳印新西兰6个国家发起，后来印度退出，东盟加入，这15个国家这个15个国家有占全球的 GDP 的1/3，贸易额占全球的1/3。11月15号这15个国家签署了 RCEP， 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自贸区，涵盖全球20亿人口。那么这个自贸区它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15个国家的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在货品交易、服务、经济技术、投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议题合作。预计在10年内，零关税货物将覆盖达到 91%。由于货品的流通将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那么 RCEP 虽然是一个经济合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发挥了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角色。那么中国利用这个 RCEP 的平台，推动它的一带一路的战略并且和东南亚形成一个经济上的联盟那么美国在这个地区就呈现一个真空的状态这是第9第10，武汉肺炎疫苗问世但是变种病毒又带来了挑战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将近1年时间，那么陆续出现了疫苗，那么甚至其中包括美国辉瑞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美国 Moderna 公司研发的疫苗，分别在12月11号和12月18号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紧急授权，在美国各地分发注射接种。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批准使用辉瑞疫苗，之后加拿大、美国、沙特阿拉伯、巴林陆续采用。那么最新的情况是，英国的这个牛津疫苗也获得了这个紧急授权除了辉瑞、Moderna 还有牛津疫苗之外，俄罗斯的卫星5号疫苗，北京的科兴生物疫苗，中国康希诺生物疫苗，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分别获得陆陆续续都在申请或者有可能获得批准。那么虽然年底之前英国出现了病毒的变种，但是专家指出现有的疫苗稍加改良就可以对变种的病毒仍然产生这个保护效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用担心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10大新闻和我对它的一个点评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下一个议程就是我们看看
我们各位网友啊，今年2020年有些什么样难忘的事情啊？难忘的事情，这对我们来说非常有价值啊。我在难忘一事当中，我会这样啊，一个我会讲他的难忘一事的名字，然后报出他的事情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囊。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回来再来看这个记录啊，我们可以回想当时发生的事情啊。难忘一事啊，Joe Storm 2020年没听王老师的话，第一次去创业，结果失败了，还好投入不多，但也是一个宝贵的经历，学到不少啊。Stephen C 2020年对大家都不容易，最令我难忘的是整年一直小心翼翼，但在最后一个月还是感染了武汉肺炎病毒，好在现在已经康复，可以一个健康的身体迎接2021啊，这个非常好。王伯伯做了几十年香港人，第一次在街上，因为看到有人居然买到了消毒水，而厚着脸皮追问去哪里买，如此落魄，真的发梦也没有想过啊。维托啊，遇见了更真实的自己。OK，PYIR 变成孤身一人。Jesse Wood 入籍中华民国，恭喜你。莫村搬砖工小王，李文亮医生去世那一天，在工地吃午饭的时候，看到李永乐老师发的社区动态，文字是纪念一个勇敢的小男孩，配图是讲皇帝新装的那期视频，我瞬间被击垮了心理防线，坐在石堆上哭了出来。我们都哭了。Jade 真，谢谢。我在武汉，难忘的事情就是这场疫情，武汉发生的一切，永生难忘。伴君入眠。2020年难忘的事情是小女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降生，王老师还在节目中送来祝福，像一丝希望，让我们看到活下去的美好憧憬。2021年的愿望是每个人的世界和平，把生命去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也希望继续有王老师的陪伴。Devel Sexy Lingriel， 因为疫情让我了解王老师的节目，让我知道了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真实情况。新年愿望，希望找到价值观相近的女朋友，这就不会被催婚了。马走日，难忘的事情是1月4日王先生的直播，那时候接触先生不久，王先生的理性且富有逻辑的分析让我知道真相，并且把真相扩散给周围的人。我一直告诫周边的人不要说不惜一切代价，那样子没人性。而且我也理性的认识到，我更多的时候只是代价。OU 2020年顶着疫情成功翻墙成功肉身翻墙，恭喜你啊！叔叔阿神，谢谢啊！最难忘的就是在武汉封门期间孤立无援的日子。Meet at dawn， 难忘。武汉肺炎从何而起？历史如何记载这起人为还是武器产出的病毒啊？任章月5月到10月在北京等待日本签证的每一个日夜Awakening 武汉夜里，一个女儿追着灵车喊妈妈。遇见王健老师，对世界有更深的理解。Cindy 邓，近2年家里生意不好，前段时间父亲很大的压力承受不住，
幸好一切都好，我也成长很多，我已经慢慢长大，将来会照顾家人。好乖。Alexandra 丁，谢谢啊。2020年通过 COVID-19 这件事，还有收看王老师的节目，感觉王老师是自己mentor 一样，更深入的知晓自己最想要什么，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虽然疫情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也许更会彻底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但让我懂得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和事。我应该放弃无关紧要的东西，追求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核心价值。非常对。野猪，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太惊悚了，与外部环境与我都是如此，所以挑一个和这个直播间有关的说说。记得王老师在直播间动情的时刻，王老师真性情。谢谢啊，谢谢野猪。Nicola 6，谢谢。我之前是英国硕士留学生，2020年3月底开始，英国的大学因疫情关闭，从3月底到9月，我顶着忧郁症，在布里斯托的学生公寓里除了完成本专业的学习内容，自学了经济学、国际金融、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以及听王老师的节目。由于抑郁症给我带来的巨大压力，这段经历对我自己的挑战令我一生难忘。我2021年的新年愿望是继续去日本读书，继续升华自己，希望研究课题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 OK。 CC 黄，大年初三，台湾正笼罩在年节气氛与武汉肺炎阴影下，传来Kobe 意外堕机过世的消息。今年走了很多公众人物啊，但 Kobe 过世特别让我感觉人生的无常。愿望我儿4岁了，语言发展迟缓，希望明年我儿的语言能力能追上同龄儿童，说出自己的想法，能与人沟通互动。宝贝，爸爸全力协助你，陪伴你，为你加油。我们也为你加油，宝贝。李 HK， 年初病毒肆虐，武汉人民惨死，共党应对野蛮粗暴，毫无人性。吴先生，今年最难忘的是过年看到微信转发王老师的节目，认识王老师，在疫情期间获得真相和一丝欣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愿望尽早人肉翻墙。好，希望你早日成功啊！潇潇斑马，难忘与展望。2020年对我最重要的，其实是在19年12月的决定，离开成都到上海发展，并在上海工作。这一年中，我确定了一定要在未来几年出国看看，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移居海外。对于2021年的展望，我希望疫情早日结束，让我有机会执行这个计划。希望你能够早日成功啊！高飞鸿，回家陪父母过年，1月28日返程新加坡，急匆匆抵达浦东，抬头一望，航班表几乎满盘皆红，而且找不到自己的航班信息，当场吓得两腿发抖。镇静后问询才知航班还没有出发，难忘难忘。Isabella， 2021年最难忘的事一定是武汉肺炎，而2021年的新年愿望也如今年一样，好好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并且好好不被感染的活下去，见证历史。张无平疫情难熬，遇到王老师一直陪伴，自己做了很多的转变。愿望推倒防火墙和脑子中的墙，非常好。奇变静观，难忘。2月7日，一名医生用他的生命告诉全世界这个病毒的可怕程度。这是这位医生和我的家庭做出2020年最大的决定。我要拼上所有努力离开这个国家，
离开这个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不属于我们的国家。希望你早日成功啊！玉坤，谢谢啊！难忘的是疫情翻墙寻找真相，看到王舍的节目，重新审视我们的世界。新年愿望：世界少些苦难，光明的力量照耀更多的世界，找到移民或者孩子可以留学的可靠路径。Wine Brace Bruce 难忘。2020年最难忘的事情就是在疫情封城期间，我在微信上传播真相，谴责政府无能，被警察找上门带去喝茶，最后还罚款1000。虽然很难受，但是我不后悔，只希望传播真相，以及让李文亮医生在天有灵。愿望：希望港人夺回自己的香港，让曾经自由的香港回到港人身边，月荣光归香港。红塔山，父亲在解禁当天骤然离世，半小时前还给我打电话，节哀顺变。蒙金，谢谢就是结识王老师的节目，愿望能够顺利完成自己的教师资格证项目。王老师的节目是这1年的陪伴，实话说，中间也有怀疑和摇摆，但是每每都回到这里。 OK， 东东难忘，因为今年的疫情让我这个连左派右派都分不清的政治小白居然关注美国大选，认清党国本质，天天蹲守王老师的节目，谢谢。 Vanny 难忘，孩子1年在家网课带来许多问题，孩子所有的课外活动停止，疫情对孩子的影响远大于成人。非常对我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疫情，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Mr. Ward 难忘，今年大学毕业，只在学校待了5天就匆匆离开，各奔东西，4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林金清难忘，4月份三观尽毁，7月份重塑三观，愿望学习王老师做事不挑日子。OK， return 人2020年最难忘的除了病毒就是自己母亲的病情。2021年愿母亲的疾病早日康复，病毒远离我们的家，注册考试通关完成。祝我们大家这个节目拥有会员翻倍，观众翻倍，除了5毛节操难忘。强烈2020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们的未来就是回到过去。XYX 2020年我最难忘的是武汉有个穿白衣服女孩戴着口罩哭喊着她被送上救护车的妈妈，阴冷的夜晚回荡着她的哭声，让我心酸极了。不知道她还好吗？我也有此疑问樊冰梅难忘，武汉肺炎疫情对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愿望中国民主普选早日到来。我也有此愿望。Leno 人难忘，11月1号因言获罪，取保候审，暂时获得自由，新年愿望逃。希望你成功Leslie Lalick 感谢王健老师这1年的客观报道，每天2个小时，您的声音成为我奋斗的陪伴。你说过共产党想要控制人的灵魂，所以没有最难忘，我想要做的是记住所有的一切。2020从一纸训诫开始，用一张判决结束，从可防可控到拉闸限电，我用不忘记对抗他们，我会一代一代传承我的记忆，他们动不了我脑海中这片净土。王老师和网友们的互动都是不可动摇的记忆，是最珍贵
最宝贵的宝藏。祝愿明年继续和王老师一起做更好的自己。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我很高兴啊。Angie Lee 难忘，2020让我意识到亲情的可贵，生命的脆弱。疫情让我更关心政治，关心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心目更清明，活得更清醒。很棒，非常棒。张一飞难忘，今年2月美国关门以前和妈妈来到美国，期间改了3次机票，终于在海关关门前2小时入境。愿望2021做一个 YouTube， 希望1年后可以有1万订阅。希望你早日成功，你是个非常幸运的人，我相信你会成功啊。铺窗格子衫难忘，年初的疫情让我发现 CCP 说的是假的，然后开始翻墙，认识了王老师。Fran 冯，谢谢啊！难忘疫情这种真正发生在身边的世界级大事，能用自己真实的体会去感受到美国社会的优越，也庆幸这种时候不是活在中国的无尽黑暗里。愿望能在下一年生活工作更独立，还有就是拿到美国的绿卡，希望你成功啊！秦生阳难忘武汉疫情，我是武汉人。新闻防火墙倒下 ，OK。DCC 难忘，今年参加在国家小语种考试，埋头做题几小时后，抬头一看，考场只剩下我一个人。交卷以后，监考老师对我说：“你知道吗？明天开始封城封国。”当时感觉很魔幻，和做梦差不多。愿望明年顺利入学医学院，祝你成功。John Snow 难忘，今年终于把多余的一些房子卖掉了。非常好。一些房子，看来你很有钱啊。一些房子John J 谢难忘，在疫情的慌乱中，按计划离开了香港，移居加拿大，恭喜你。景洪难忘，今年来美探亲的老母亲遭遇疫情被困，无法回国。被困期间，她被确诊患有恶性肿瘤，身体虚弱，无法手术，难上加难。无法手术，逼着我寻找其他方式，终于找到了一些植物营养素对她有效，肿瘤得到遏制，身体调理得很好。几个月后，终于把她送上了回国的飞机，现在病情控制得很好。我深刻地体会到受疫情所累之苦，感恩命运为我们开另外一扇窗。愿新的一年世界可以远离病痛，愿母亲恢复健康，愿一切都将好起来。非常好。小明漫画难忘2月6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还有美股3月份的熔断。Liber Blue Lobster 难忘，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深夜，在中国大地上转瞬即逝，但传播广泛的是我要言论自由的话题，让我看到灰烬中的希望。阿苏卡朗里年初辞去体制内工作，决定出国留学。当时很迷茫，但是有幸看到王老师节目，重新认识了中国和世界，重新塑造了价值观，出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感谢王老师的陪伴。愿望希望2021年疫情结束，大家能平安的生活。哇啦难忘和愿望因疫情滞留海外，转迁后开始学习，之前一直在国内忙于工作，大龄未婚。滞留海外期间因缘认识了男朋友，明天要去见家长，新年愿望希望他在适合的时候求婚。希望你有一段美好的恋情，也希望你得到你想要的婚姻。自由雕塑公园 CA 谢谢难忘
肉身翻墙美国，拥抱民主自由，期望正义战胜邪恶，中共早日垮台，民主自由降临中华大地。Rochelle 杨，难忘2020年是我第一次那么关注中美两国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关注王老师的频道，感谢王老师的一路带领。2020年我和家人都很幸运的仍然有工作，生活平稳，身体健康。这一年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逐渐完成反洗脑过程。虽然对现状很失望，但不绝望。愿望2021年继续成长，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很好。Jane Camels 难忘。2月离开中国回美，感觉是一场大逃亡，特别难忘。在机场，几乎所有的旅行者都有相似的抢票改签再改签，最终成行，如释重负的经历。这不仅仅是逃离病毒，而是逃离那个充满谎言的社会，逃离丑恶的社会现象，逃离那个无耻恶毒的独裁政府，回到美国自己的家，是多么安心踏实，呼吸自由的空气。恭喜你。Tim， 难忘我的生长地香港完全成为过去，武汉肺炎造成无数家庭的悲伤。杨学芳，难忘2月返程美国之艰难，机票数次被改签、取消、重买，多地中转，路经家门不得入。John Cass 小飞，难忘老公在8月28日因癌症离开了这个布满疫情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我虽然伤心，但不用担心他离开后我的生活。之前加拿大政府为我提供了免费的技能培训，让我可以自食其力，我更可以继续领取老公的养老金，支持我身故。我爱加拿大，我爱魁北克。程杰128，第一次参加老师的直播，您的评论一直是我对中国政治及其世界关联的重要来源之一。谢谢您一直以来关于新闻的解析，祝老师您新年快乐。谢谢。Lonely Soul， 难忘，最难忘莫过于疫情对生活带来的巨变，看见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改变的生活状态，社会的骗子越来越多，政府冷漠对待人民的态度，洗脑导致国民生活无法安稳，一辈子想着搞钱，没有普世价值观，失去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张子阳，因为疫情认识了王老师，从此开启了我对生活和社会的重新认识，让我看清了真相，重塑了我的三观，重拾对未来的信心。谢谢啊。Adam 亲，谢谢啊。难忘西部某直辖市主城区，老妈家里被断电39天，我的天。宗盖，认识这里的一堆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愿望2021家人平安健康，世界和平。松航，谢谢啊。难忘2020发生的一事一再刷新我的难忘榜单，直到上周还在发生，就是我的外公走了。但最难忘的事情是我女儿的出生，愿她以后能记住她出生在如此难忘的一年，我也会以身作则，不忘记我出生的那一年89年。JCJ 难忘3月份荷兰关闭第一周，父亲在国内出车祸意外过世，在处理交通纠纷中，我看清了国内的黑暗，选择移民荷兰，现在已经拿到永居，希望今后全家都平安健康。谢谢王老师的辛勤付出，解答了我心里很多的疑问。杨俊哲，难忘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刚好一个人在澳洲经历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术后的那个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颈部的疼痛
让我无法动弹，只能动一动，一动不动地望着黑暗。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在武汉医院那些同胞们的绝望。愿望：继续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人，非常棒。Jesse XF 难忘，坐标武汉，父亲房子装修，装修公司跑路，被骗15万，我代表他维权，人生中第一次参加集体维权，共300户业主，去市政府，去信访局，真实感到这个政府不是为人民的政府，真的气得吐血，各种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忽悠。愿望：新的一年去北京北漂，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成为一名汽车编辑。我是一名20年的老车迷。Chris Nova 难忘的是回家难，家人滞留国外大半年才回到家，机票被取消4、5次，回国检测要求不断提高，回国后各级政府走形式隔离，加盟被贴封条。东晓明难忘，2020年的疫情阻隔了亲朋好友的相聚，只能遥遥相望。有幸王健老师的节目给了我精神食粮，从中受益。Arthur Alex 难忘，通过 COVID-19 武汉病毒看到很多人间悲剧和中国政府撒谎无底线行为，从楚门的世界中醒来。愿望：希望家人和自己身体健康，能够找到以后就业方向，并努力奋斗。非常好。Artemis 张，武汉封城前一天，我们还在若无其事的逛街，我妈突然问我，中国国籍很难拿吧？潜台词有点骄傲的意思。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我妈这句话让疫情中的政府各种操作变得分外讽刺，终身难忘。如比利难忘，6月中孩子学校组织学生回校交一份图画作业，布置校园，校长带着老师们全部站在学校路边，挥舞国旗和彩棒，欢迎孩子们参与。车队排到几个街区外，孩子们欢呼雀跃，每个人都笑脸相迎，互相打气。Kaiser Caesar 应该是伊丽莎白女王宣布了2022年登基70周年的庆典计划，我和英联邦朋友们都感到很鼓舞。于兹之子难忘，在王先生这里遇到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价值观一致的朋友，我们真的不孤单。是的，真的是不孤单。Alien Picture 难忘，凤凰卫视旗下凤凰金融骗取资金100亿人民币，让全国7万多个家庭20多万中产阶级一夜返贫，财产一夜归零，一贫如洗，在煎熬中过年。我的新年愿望是凤凰卫视、凤凰金融还我血汗钱。精卫杂谈，2020年武汉肺炎让全世界人民认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中国的负面认知大幅提升，民意就是力量，每一个武肺的逝者都在加强这个力量。愿望：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与中国脱钩，中国共产党必须付出代价。非常对。佛胖难忘，逐渐脱离了被洗脑的人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愿望：将来能够笑看朋友们的粉红言论，看破不说破，友谊的小船一帆风顺。很好。生如夏花 Melody 2020年世界观受到刷新。另请高蒙 Carmen 难忘，隔离1个月没有上班，原油亏损。2021愿望找到新的工作。曾经拉磨的驴难忘，王老师好，今年我最大的改变是最终确定一定要移民的决定，并且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7年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希望你能够成功。8888
难忘发现中华的绵绵血脉竟仅存于台湾和香港，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像个魔头。Peter 彭难忘应该是疫情爆发后切身感受到独裁与民主的本质区别，以及中国人的人格分裂。很感谢王先生的节目的陪伴，从年初到现在每期必看，这一年让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看待问题的角度以及人生的价值取向，慢慢摆脱红色影响，像正常人一样思考问题。愿望希望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大家生活回到正常轨道。愿王先生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离开中国，远离红色渗透。好 ，OK。Hosanna 难忘，年末诞下女儿，恭喜你啊！为她选择了德国国籍，希望给她一个自由的未来，恭喜你。Play TW 难忘，逆统战桌游开放募资2个月，募集2000多万新台币，其中1000万是胡锡进在环球时报骂逆统战赚来的。OK， 胡锡进真的是贡献很大啊。Dinny 潘难忘，我和我的企业遭遇巨大亏损，做企业7、8年来最艰难的时刻，差点自己的生活支出都紧张，还好朋友借了一笔钱，要不然我的企业可能倒闭了。OK， Mary She 王先生新年好，难忘2020年2件事难忘。第一，今年4月参加了方方接力，成为第24棒接力者。第二件事，8月8日重返加拿大，回归自由，恭喜你。Vincent 侯，苹果日报老板被抓，我订了1年网络版，香港同事说谢谢谢谢。Alex 刘，被国宝找上门，难忘被国宝找上门。阿杜 Tokyo， 听了王老师1年的节目，彻底变成了一个时刻向身边反中共洗脑的宣传者。 OK， James Stone， 我在哥伦比亚，房东9月份陪我去医院当翻译，10月份新冠去世Mr. Roslin 难忘，疫情，媳妇怀孕，微博被封Jackie Run 阮2020年我的女儿出生了，愿望2021年希望每一个人都找到未来的方向和答案。另外想想以后社会每个人都能发表真实的想法，那会更美好。Petra 陶，上半年精神分裂复发，每天活在恐惧里，同时今年又做出扭转未来的决定，出国。愿望2022年被理想的学校录取大咪咪难忘，2020年因为疫情差点破产，还好重新找到出口，希望2021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幸福快乐。朱俊全，放下 B 站，远离5毛，代号9527，我是湖北小企业主，疫情期间被封4个多月，年底又被国企外研社把我们整个早教行业起诉侵权，整个行业的企业大半都会倒闭。李一慧难忘，因为突发疫情和两岸敏感的政治关系，和台湾的同性爱人分隔了整整1年，希望台湾的跨国同婚修法完成后，苦苦挣扎的我们可以在台湾团聚，希望你早日和你的爱人团聚陈家煌，7到8月我恋爱了，我的情绪前所未有的强大，无法控制，后来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缺爱，家庭的影响，我希望下年能交到给我安心和一辈子陪伴的漂亮女孩，希望你如愿以偿。陈阳，我拿到翻译师资格证书最高级，中国翻译协会会员，我内心纯粹只是不喜欢谄媚奉承，说句不谦虚的，
哦，我们要倒数了，新的一年到来，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几个吉祥话吧，祝我们所有的网友，祝海内外，祝全世界各地的华人，新年快乐，也祝我们所有的网友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那么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平台为大家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为大家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一个新的精神上、思想上、资讯上的这个满足啊。那我在这里呢，我们下面呢，我们这个倒数完成之后，我们就进入另外一个议程啊，这个议程就是新年愿望了啊。那么我们难忘一世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进入新年愿望。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到时候都会贴在我们的讨论区，好吗？新年愿望，Queening， 好人健康平安，坏人过得凄惨，正义得到伸张啊。难忘一世我就没办法再往下念啊。如果我们新年愿望念完之后，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会再把难忘的事情再补一补，好吗 ？OK， awakening 啊 ，OK awakening， 好人健康平安，坏人过得凄惨，正义得到伸张，邪窝自投罗网 ，OK。辛地邓，家人身体健康，学业顺利啊，父母生意越来越好，疫情赶快过去啊。东东，希望国内父母身体健康，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Vera Smith， 希望能找到自己职业方向，大家能够平安幸福，珍惜身边的人。星辰，希望女儿明年顺利出国留学，愿明年风调雨顺，所有人平平安安，愿王老师身体健康，感谢您辛苦付出，愿频道越办越好，谢谢。Sherry， 愿2020年所有的遗憾变成2021年惊喜的铺垫，很好。景洪，愿新的一年世界可以远离痛苦，愿父母恢复健康，愿一切都好起来。于中于台湾安全，世界灾难平息，投资持续有成，很好。卢比利，2021年开始，孩子们正常上学，工作效率提高，生活恢复，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健康平安啊。东小米，2021年的到来能够除却新冠疫情的阴霾，经济恢复，让生活回归正常，让人类重新回到正常秩序，国泰民安啊，这个非常好啊。希望田守卓，希望因疫情丢掉了工作的人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个非常实际。Arnold 徐，望疫苗尽快普及，各国边境口岸和国际航班尽快恢复。我和家人还需要多出去看看世界。N Again What 10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更希望老师的节目越办越好，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唤醒更多的人啊。Hence， 希望2021年像王先生一样勤奋努力，做好频道，订阅达到10万啊。Hence， 你也在做 YouTube 啊，希望你能够成功啊，希望你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感谢王先生的辛苦付出，祝愿您和您的家人新年快乐，谢谢。
OU 希望今年奥运顺利召开，明年还会来王老师这里还愿。好的。Z Eddie 疫情早点过去，愿世界尽快恢复正常。木木2020年做更好的自己，实现肉身翻墙，祝你成功。Time Fixer 1103希望早日逃离中共国，祝你成功。阿白疫情尽快结束，大家健康平安，希望未来恢复工作，让自己变得好一些。星河中共早日灭亡，希望你能够愿望达成。冰每个人都活得更有尊严，非常好。佛胖将来能够笑看朋友的粉红言论，说破不看破不说破，友谊的小船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想法，大家可以参考啊。说破看破不说破啊。李小玉世界和平，希望2021年爱情学业双丰收，国内同胞能够幸福有尊严的活着。Peter 鹏希望疫情早日得到控制，大家生活回到正常轨道。祝王先生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离开中国，远离红色渗透。WIQ 2020年全世界人民看清土共本质，全世界联手抵制土共。Maxim Man 公义公平降临香港，年轻人得平安。我也有此愿啊。Jackie 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未来的方向啊。Pierre Wei 祝福王老师和家人新年快乐，年年快乐，谢谢。大白菜祝愿王先生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Eddie 聊，谢谢。希望全世界人类能够享受自由民主富足的生活。Jackie Free 登陆澳洲，开始188A 创业移民希望你能够成功。非洲鹰2021年幸福安康，万事如意抠点 Z 希望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一年平安J 周2021年重新做一次学生get 新技能，做更好的自己，离梦想的生活更进一步。希望日本奥运可以顺利举行我也希望日本奥运继续举行冲毅 Beers 2个儿子健康成长，不需要做什么精英人，不需要做什么精英人士，一定要做善良理智勤劳勇敢的人。祝王先生和您的一样的优秀的媒体人的声音能够传播给更多的同胞，让我们的民族醒过来，站起来。感谢你程杰128每天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非常对，这是老师每段节目的结尾语，而现今已经成为我每天对自己大声呼喊及坚信的那句话。刘孙宝明年换个更好的工作，为翻墙做足准备，希望2021大家越来越好。也是林嘉诚希望新的一年您和您的工作一切顺利谢谢。GFNNUJ 希望愿生活里的不易变得顺利起来，愿所有的付出都得到更好的回报，非常好。升官，新的一年在美国找到理想的实习和工作，愿王老师的节目越办越好，自己能和节目一样一同成长，非常好的愿望。Alan Fine 新的一年里，所有热爱自由、美好和生命的人们能够平安喜乐，不再忧愁。Helen 张说真话，说实话，而不被请去喝茶，微信不被封号，是有基本的人权。非常好。
王文亮，愿新的一年云开雾散，否极泰来，瘟疫灭绝，苍生平安。这是个很慈悲的愿望。大咪咪，愿大家拥抱美好的自由生活。哈哈不素，中国尽快改变。No Cloud， 祝愿我们能够做更好的自己。陈大雄，2021年可以换新工作，愿民主自由可以在中国实现。邱家和，活在有希望的社会。这很有哲理啊。Jonathan 陈，2021年彻查病毒来龙去脉，建立完善有效的杜绝机制，非常具体。Rosie Hart， 老公找到工作，孩子乖，所有人身体健康，我找到自己的定位，减肥成功。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李毛海波，疫情赶紧过去，我和我的家人身体健康，生活如意，事业顺利。祝王先生的节目2021年翻一翻，观众翻一翻，民主法治的中国赶紧到来。Freeman Reagan， 民主自由万事不朽，独裁专制终将灭亡，愿世界逐步走出阴霾，愿老师的频道越做越好，谢谢你。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HJ1985， 美国政府重拳让中共治下的香港蓝草成功Echo Techo， 愿2021年人类否极泰来。从悉尼祝王老师新年快乐，平安喜乐，谢谢。April 13，希望台湾有一天能成为一个完整被全世界认可的国家，不论是用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共和国的名称都可以Louis L， 希望未来难忘的都是美好，愿我们不再用力的活着，而是真正的生活。Clint 刘，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喜乐，中国早日迎来自由，在网上相聚的我们能够和王老师在自由中国相聚，畅聊未来。这也是我的愿望。拉面，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喜乐，中国早日迎来自由。拉面，希望张展、周婷等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或各种困境的人们早日脱离困境，希望他们能够他们的努力付出能够早日收获硕果。韩小雪，希望每个生命能得到尊重。蓝月517，愿新的一年疫情彻底结束，愿我们都健康平安，愿我们爱的国家值得我们去爱。Coin 钱，谢谢2021，愿疫情早日结束，早日能和孩子家人团聚，祝愿所有因为疫情和家人爱人分离的人们早日团聚，愿王老师的节目越办越好。Patrick， 希望新的一年所有的人平安喜乐，心在桃园。Durham 全，愿我们所有的人在2021年摘掉口罩，回归正常，不求暴富，但求平凡。非常好。Vance 冯，2021年愿将事实的真相和独立的思考传播给更多的人。Fish， 我这都不知道怎么读Fish Wayman， 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挣上钱Cindy， 愿望1，疫情早日结束；2，更多的人学会不说谎，不盲从，独立思考；3，祝被困的人们早日脱困那么我们这个新年愿望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我们最后一项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今年献给大家的新年贺词
那这个新年贺词我写了2天，我想了很多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想到过去1年的经历，也想到我们很多网友的经历，也想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不容易写这个献词啊。那我现在念给大家听。2021年新年献词。2020年，我离开中国，来到这个不熟悉的国家，展开新的人生旅程。这一年，世界发生了很多的事，就像汹涌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我们藏身之所，无可挽回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轨迹。这一年，我找到你们，我们在一起讲述彼此的故事，体味世间冷暖。我们在一起就像老朋友那样相处，踏实安稳。同学对我说，你现在流亡海外，惊出一身冷汗，就像看到一只丧家犬，凄惨彷徨，无依无靠。冬夜坐在院子里冥想，寒风与星空相伴，万千人事奔来眼底，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少年意气，有欣喜也有忧伤，有感动也有遗憾。这个世界我们抓不住，抓不住的还有天各一方的朋友，当年为之拼命的情愫正在无声的消散，难以阻挡。蓦然回首，一座房子立在眼前，窗里是黄色的灯光，推门而入，迎面扑来的是熟悉的气息。这就是我温暖的家，我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思想，我在这里工作，我在这里成全我自己，还有我爱的家人。1000年前的范仲淹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超越了个体局限的情怀。我们相聚一堂，心驰神往，则是超越了物理的局限，无眼福界，咫尺天涯，没有界限，没有隔阂。此时此刻，我们拥有彼此，我们就拥有精神家园。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这就是我们的祖国，一个没有版图的、文化的、思想的、形而上的中国。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站在2021年的门槛上，我回望过去，阡陌纵横。我知道，未来的路可能更艰辛，但是我们拥有彼此，我们就拥有精神家园，这是力量的源泉。我什么都不怕。2020年12月31号，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希望这个直播能给大家力量、勇气和面对未来的信心。我也希望每一位网友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坚定地朝着自己的认定的方向前进，没有任何畏惧，没有任何犹豫。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谢谢，祝大家新年好。